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想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戴伟山发言人、尹乃菁小姐、王玉明委员、牛许婷委员、徐宏庭议员。好，那么美国反正川普的招就是关税了啊、哦，然后呢，这个他对于这个关税很高的，同时呢逆差又很大的对美国了啊。哦，他就说这叫做肮脏15，真难听啊！哎，做生意是有往有来，对不对？那你人家东西好卖给你，怎么叫做肮脏呢？哦 ，dirty money， 哦 ，dirty country， 哦 ，dirty 15国。听说了，现在台湾也在里面。为什么？最大的对美国的这个逆差就是中国大陆嘛，再来就是什么加拿大、墨西哥，再来就是台湾了。哦，加拿大一年赚了1050亿美金了，墨西哥也赚得多了。台湾去年大概赚它600-700亿美金了，大陆呢以前赚它4-5千万美金，去年比较少，3000多亿美金了，4-5千亿降到3000多亿，还是很多啊。哦，美国一年的那个贸易逆差，我看哦，这个快1兆美元了哈。所以呢，这个现在就要对你们报复。哦，那川普的招就是说，好，你抽我多少关税，我就抽你多少关税。哦。那因为美国原来关税是低的，没错了，跟全世界其他国家比，那其他国家有自己的考虑嘛，关税就高，哦，他现在就要报复，你给我多少关税，我就给你多少关税，哦，果然台湾是列名其中的了，有15个国家，台湾一定因为你赚他钱多嘛，哦，他现在只要你赚我钱多，我就不爽嘛，哦，另外呢，因为有关税，所以 Costco 叫大陆供应商降价了，前一阵是那个 Walmart 了，那老公政府就不准降价，因为你要压低这边的这个费用嘛，那到美国是加上关税以后，物价才不涨嘛，啊，老美又要加你关税，怕物价涨，所以要这个 Costco 说 Costco 要入大陆供应商降低关税了哈，降低物价了哈，那来吸收关税了哈，那到上次沃尔玛的时候，大陆政府是出手了，现在 Costco 被出手，理论上是会的，你看上次沃尔玛嘛哈。所以呢，这个反正你关税就有，不是你吸收就我吸收，要不然就消费者吸收嘛，就这么简单嘛。那学者说，关税的川普的政策呢，会引发全球非美市场的合作了，就美国变成一国，其他的一起合作，连加拿大都要跑去欧洲找伴侣了嘛。加拿大本来跟美国那么好啊，美加，对不对？原来我们从美国到加拿大那个关口都很松的哦。在华盛顿坐个车就直接开到加拿大去了啊，老沈一定很熟，我们很近嘛，哦，现在开始两边也对峙了，尤其加拿大很恨啊，那所以呢，美国联准会昨天宣布不降息，哦，主要的鲍尔是说呢，这跟我们升降息无关，是跟关税有关啊，关税才严重啊，所以美国的通膨呢开始慢慢要上来了，最怕通膨，因为穷人就过苦日子嘛。他说，因为川普的关税，我们看一下。一扫前一天阴霾，美股周三终于报喜，主要指数统统收红，特别是道琼工业指数还涨了383点，市场大松一口气，主要是因为联准会暂时按兵不动，同时维持今年可能降息2次。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leave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unchanged. 不过，鲍尔依旧评估美国经济虽然整体上强劲，但通膨预测会上调，主要变数当然是来自川普的关税政策。Some of it, the answer is clearly some of it. A good part of it is coming from tariffs. 而且更糟的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布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竟然来到2年半低点，下降了11%。这个数字该如何解读？通膨明明趋缓，但消费者却无感。因此，根据市场研究公司调查，有42%的美国消费者现在很少买洋芋片、饼干，还有蛋糕，倾向多精打细算。Confidence is very fragile. You can see it in the consumer sentiment surveys. You can see it among business people. 尤其民众荷包最近可能又要缩水，因为美国蛋价受禽流感影响还在节节攀升。最近就有佛州男子以外来种绿鬣蜥的蛋来取代鸡蛋，把它拿来料理入菜，也成为独特的省钱小撇步。老沈怎么看美国？昨天这个联准会不动，没有降。联准会当然不敢降，但是他不降的理由啊，我觉得是言不由衷啊。因为他现在怕了，他说因为是关税才是关键，不是我这个利息是关键。但是因为你关税的不确定性啊，而且大部分的讲法都说会造成通膨，就是
程度不一样而已。那你有通膨的话，那这个联准会就不能降息。但是不能降息是犯了这个川普的大忌，因为川普现在不能升息，因为川普是心里头他很在意股市，生意什么股市跌了真的没面子，也没有办法对有钱人交代。还有第二点呢，你升息了以后啊，这个国债。美国的庞大的国债所要付的利息非常惊人啊，所以川普是不能容忍任何升息，所以这个联准会决策当中这两个是矛盾的。为什么川普喜欢关税？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字，他不但喜欢关税带来的钱，他而且喜欢用关税当作工具，挥舞大刀让你们下次皮皮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有效的大概墨西哥。日本石破茂，还有台湾某种程度，其他国家都不是有效啊，因为他们都反击了。那一反击的话就有副作用了啊，副作用川普想说，这老子怎么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一招，所以他就收回去了，他就往后延啊，重新调整啊。但他这个多来几下，他就看破他的手脚，说：“哎呀，这根本是没路用，也不是当真的啊。”所以现在。川普的好日子其实已经差不多走到尽头了，因为他国内的支持度已经死亡交叉，他现在这个不肯定不支持的已经超过肯定的差不多一个起码1到1.5百分比，所以川普现在很急啊，因为他要对人民交代，但是他的人民有两种啊，一种是辛苦的中底下层看不到明天，选他出来乱的。那些人没有想到你乱成这个样子啊，我们还没有看到甜头，就已经受尽苦头。还有第二个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都是有钱人，有钱人其实脑筋都很清楚，他们历经过这种股市的上上下下、财富的紧缩扩张，他们其实不那么怕，但因为这个下去以后一定会上来，而且上来要比前波更高，他们是不怕的。但是呢，他们也经不起这个各种的这个。政局就动荡了嘛。现在我常常跟你还没进来的时候，我们前面这排都是国民党的朋友，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有空要多看一些英文报纸啊，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要看看美国民主党的无路可走，没有方向可跑，没有一个年轻人敢出头。像小牛这个，在美国这是最好的时机啊，下一波的领导人就看小牛这种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所以呢，现在美国的民主党之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完全让这个川普为所欲为，川普现在比希特勒开始动用军队，在1939年8月23日我生日那一天进军波兰华沙之前的希特勒更凶哦，更凶哦，你知道吗？他比那个时候的希特勒更凶，但是没有人敢吭声啊。但是我觉得他好日子啊，撑不过6个月，未来还有6个，所以呢，像我们台湾这种小国，其实要看得远一点。不要说什么哎呀，我们是绯红的供应链啊，绯红供应链一天到晚讲，我都觉得好笑，这不要脸啊！你讲，你跟老公做生意赚那么多钱，那老公到底红不红啊？真的现在川普跟俄国那么好，到底俄国红不红啊？匈牙利也在那个北约里头，匈牙利到底红不红啊？对不对？你跟你讲，台湾就是抗中嘛，台湾抗中跟川普的抗中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川普的厉害是说抗中反抗中，碳极反碳极。这个我们的傻赖总统啊，就当真了，我们是绯红的供应链，哎呦，供的去给不赔，起鸡皮疙瘩所以，但是台湾是有救的，台湾之所以没有救，就是我们面前这些国民党年轻一辈的精英啊，不争气。川普的招啦，是表面呢都是我的好朋友，跟这个是好朋友，跟那个是好朋友，那下重手归下重手，对不对？那台湾是呢，这个重手又下不了，然后呢，表面又跟你们这个摆出一副这种要打架的姿态学川普了，川普至少再怎么样修理你，再加你的关税，表面都是他是我好朋友，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很棒，他很棒。那你要怎样？他就这样伸手不打笑脸人啦。来，小牛，台湾未来领导人怎么看？谢谢台爱
不过我还是很关注台湾被列入他所谓的 Dirty 15嘛，好，就是说这个15国逆差国嘛。那显然他讲说4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关税的数字嘛，那表示它是一个将要到来的行为，这就验证了前一段时间大家的焦虑嘛，就是说当你台积电说要赴美，他们现在讲的叫拓展版图啦，啊，这不叫以美，叫拓展版图啦。那我们真的能够因为这样子就幸免于难吗？我们其他产业的关税冲击真的是可以避免的吗？这当然是没办法的嘛。好，那刚刚主持人也有讲啊，他说川普说大家都是他好朋友，那我们赖清德到底是不是他好朋友嘞？你连谈判桌子都上不了的时候，你台积电难道不是变成白送吗？我觉得跟美国人谈判，尤其在这个时代，你要了解他的状况嘛。就是说，美国的国内政治有2大问题要解决。好，第一个叫就业，一直以来，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执政，都要解决就业问题。第二个，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严重，叫通膨问题。川普利用关税作为手段，就是用关税去逼你谈判，然后要求你的产业到他那边设厂，要解决是他的就业问题。但是他用关税谈判的风险是，你如果过度使用关税这个工具，会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膨。换言之，你真的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有条件跟他叫板。也就是你看到加拿大，你看到欧洲，你看到中国大陆等等，当他祭出关税的时候，我就报复，该处理就处理。你要先提，你要敢讲，你才有资格跟他谈，你才会有稍微好一点的出路。但我现在担心的是，接下来美国对台湾的关税出来之后，我们的反制措施准备好了没有？你敢不敢讲？你愿不愿意讲？我觉得现在刚刚沈大佬讲一句讲说，每次这边讲绯红供应链这句话真的深得我心，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你习惯跟民主党打交道的时候，你就讲什么价值外交啦，我们基于共同的价值，我们要一起努力等等。但川普从来就不是这一套，川普就是很明白的交易的性格嘛，所以你该说不的时候，你要敢说不嘛，你该开口要东西要谈条件的时候，你要开口嘛。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政府针对这样子的事情有任何的准备，也没有任何的勇气。那你这样子就是被人家就假人告嘛。那这当然就对我们的外交上也好，对于安全上，对于产业的发展上来讲，都有很多负面的冲击。你放心好了，到了4月，如果美国公布关税啊，对我们这个施压，我们也不会说不。我们 always yes。太惨了哦。那当然，老美就是你通通听他的就看不起你，对，他对你当然予取予求嘛。对，老美是说他不对，你就告诉他你不对。哦，就像我在美国上课呢，有一门课，教授常讲错，我就是教授你这边错了，那边错了，他在课堂上跟我发脾气，为什么你老是指责我呢？然后呢，我说那你错了就错了，公开道歉，啊，就公开道歉，需要再回来。那个教授跟你有一点像。教育部长说了，说我们要防止老共统战我们，所以呢，两岸中小学要避免交流。中小学呢，这个大学啊是算了，但是呢，大学也要马英九呢基金会邀来，那学生讲了一句话不爽，搞不好5年都不给他禁止交流，不能再邀来了那中小学呢要避免交流中小学他比较管得到嘛不可以交流。然后呢，那交流要怎样呢？欧美、日本优先，先去这些国家。然后另外呢，这个全教总就是说，在允许的范围内，教育应该回归教育。你老师就管我们。赖清德上次也跟大学校长就讲了一些这个引起大学校长不爽的话，什么你们要注意交流，要国王，你把大学校长当小学生。那现在呢，这个全教总就说教育归教育嘛，你不要老是来干涉嘛。那川普都要把教育部给他取消了，今天就要签署公文了。好，赖清德呢有所谓17项的国安17项措施了，然后呢分析家也认为说，上半年两岸交流无进展，上半年过去4年没什么进展，上半年没进展，未来3年也不会有进展那另外呢说呢，为什么青年学生对中国那么不了解呢？我们要深入了解中国大陆，了解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坏处，所以呢教科书因为没有与时俱进。所以你们没有去讲中国坏话，叫废止你书商的审定者，也不会准给我出教科书了。出什么教科书？所以以后教科书一定都是这个试读中国，中国现在多坏那另外呢，这个现在要清查军公教有没有持有中国证件当然引起一些反弹，特别教育界老师。以前李焕当教育部长时候跟我讲说，你知道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公务员去来写检举信的什么最多呢？学校最多。
学校觉得因为老师本身呢都读书人了所以呢哇这个看你不爽，看他不爽所以呢这个教育单位一定会反弹嘛。你们管我们那么多干嘛？我们自己不会管我们自己教育部长讲了，你们这个心中没有台湾的人应该知所进退。什么叫知所进退？滚出去，不要留在台湾，就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鼓励我们中小学的校长、老师们在交流，能够以欧美先进国家、东北亚这种的，东北亚的那当然新加坡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国家，我想这以两岸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我是建议我们这个交流能够避免就避免。好，那么好吧，大陆要做一件事宣布，你要查我们这个，查我们那个，要让台湾的民众能够在线上办理临时通行证。以前都要书面申请嘛，现在线上就可以了来，请怎么看？我觉得教育部他现在呢试图要用禁止中小学的交流，然后呢用台湾国族主义的教育去洗脑我们的中小学生，然后呢要妖魔化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在过去的戒严时代铁幕的时期的时候呢，你或许可以达到一段时间的效果。可是，在这种网络自媒体的时代这么发达的时刻，你限制这个实体交流，你达不到目的的大家知道呢，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呢，台湾有多少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年轻人是在用这个小红书吗？那个年龄之小是小学2年级的学生，他才认得几个字他就去登录这个小红书，变为用户了然后小红书呢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政治化的，它是以一种流行生活啦、美妆打扮去哪里吃去哪里玩它是一种流行生活所架构的一个共同生活圈。然后呢，所有的人呢，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呢，他就是对于彼此的这个生活的真实的状况呢有个了解。而且呢，台湾呢这些年来其实已经有好几年的KTV 的流行歌曲的排行榜前10名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大陆歌曲。然后呢，有很多呢还是来自于抖音的这个神曲所以说，它这个流行文化的这种浸润呢跟影响力呢，它现在已经不是你用什么教科书什么来去能够限制得了在台湾的这个 Netflix 上面呢，其实大陆剧呢大概都在这个排行榜这个前10名里面呢，不是第1名就是第2名，就是在前5名，就横踞这个排行榜大陆推出来的这个剧，像最近很红的什么南红啦，然后稍早之前的什么国色芳华啦、玫瑰的故事都爆红就是。但是呢，相形之下，台湾呢真正能够去反攻这个中国大陆甚至于在这个亚洲这个东南亚、东北亚呢造成流行的，是我们21世纪初的事情那是什么？那就是台版的《流星花园》，而且《流星花园》的本还是来自于日本漫画，还不是于我们原创的然后台湾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对于大陆的那些当红的偶像明星，这是如数家珍你看像这些非常红的这些的小生，什么肖战吴磊白敬亭这李现，要颜值有颜值，要演技有演技所以这个迷哥迷姐这个阿姨大妈已经着迷了。对，非常的我觉得这个吴磊很不错对，我喜欢吴磊就非常多。所以说，你怎么可能用这种实体的这个你可能用这样实体的限制来禁止这个交流呢？我还讲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前一阵子不就是因为美国这边要逼这个 TikTok 出售吗？所以就有很多这个 TikTok 的难民就是到这个小红书上面，他们在小红书里面呢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中国世界。我就说，因为小红书呢，它是比较是以生活为出发的所以呢，不管你是什么黑人白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到了那个小红书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说原来在这个相同的这个环境底下，中国人他们可以用那么少的价钱买到很好的生活的品质，然后呢，可是他们在美国或在任何的地方，他们却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才能够去赚取一点点的这种好像有一点点像样的生活，所以
我要讲就是说，这种网络时代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流行文化的这种共感啊，不是你采取这种威权主义的民进党的党国的教育制可以去限缩的。你想想看哈，看了这些大陆剧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哈，或者是说玩他们的这个游戏，你看像之前不是很红的黑神话悟空吗？你看了那个之后，你会不会对于西游记哈，对于他的在这黑神话悟空里面那些场景感到兴趣？现在的哪吒2这么的红，你会不会对于封神榜产生那样的兴趣？所以说。当然，就是流行文化的这种共感啊，跟认同，跟政治认同之间呢，还有很大的一段的这个距离。但是呢，你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禁绝或者是说斩断啊，培养出新一代的就是又绿又专。以前我们讲大陆是讲又红又专嘛哈，又绿又专的这个绿卫兵，成为捍卫民进党党国体制的这种生力军。我觉得这条路呢是行不通的。民进党应该这个跟着他那个绯红供应链，然后呢来出版一个小绿书来对抗小红书。好，我们看到那个教育部的这个部长这个郑英耀在这个专访里面是希望说，在这个未来这个学生在留学的时候，可以以其他欧美国家或日本的学校优先。那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近期我们看到中国常会因为一些没有理由啊，或没有任何的原因，就突然抓捕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昨天陆委会他有一起新的，就是在这个台上的父子在武汉也是没有原因突然被抓起来。那现在政府在想办法沟通，在援助当中。那之前我们也看到复查这个八旗出版社的这个总编辑就是被抓走。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一贯道的道亲有3位也是去中国旅游，后来就被抓起来了。甚至我们看到傅昆萁，这个同团的人也是突然被抓走了。好，真正这么多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觉得中国对台湾现在不是很友善。那流行文化当然是一回事，我觉得流行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这样我们也会看好莱坞的影片啊，我们会听韩国的 K-pop， 所以中国的相关的流行的文化，我们当然也可以接受。可是问题现在对我们不友善的是中国的政治，是中共现在的种种手段，就是要打压台湾人民，就是要让台湾人民恐惧。那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友善，所以我们真的很期盼中国不要再做这些恶劣的手段了。你如果真的觉得，如果台湾是你们的这样的一份子，你应该要对我们更好啊。那甚至是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中国对于台湾的欺侮来说，我们也希望国内，我们也希望国民党可以跟我们站在同一线，我们一起应该要去谴责中国啊。我们希望过去被抓走这些毫无理由的这些台湾人可以尽早放回来。就像我们看到，每一次这个在台北都会有这个双城论坛的交流，富察他就是在上海被抓走的啊。那我们能不能恳请上海的市长可以把我们的富察放回来呢？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两岸之间的这种误会，或是两岸之间的这个不开心的感觉，我想应该会降低很多。我觉得民进党不想交流，就坦白讲不用这样隐隐晦晦。那另外一个呢，我要讲的是说，当教育部部长他这样子去禁止两岸的学生交流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我们双边互相认识彼此的关系，这个是更好还是更坏？当然是更坏嘛！大家都知道说彼此之间，我们如果现在跟大陆关系不好，那更应该鼓励下一代的交流，多认识彼此。那这样的误解跟误会才不会越差距越拉越大。另外一个就是学术的自由是不是很重要？学术的交流必不必要？这个是民进党政府要思考清楚的。我们标榜我们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的台湾。自由民主4个字喊得非常的大声，但现在去限缩学术上面的自由，请问这有没有违反学术自由的精神？这有没有违反教育本质的精神？教育是要教导大家去仇恨吗？教育你是要让孩子去认识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去认识它的好跟坏，你都可以很客观的让他去理解。那最好认识的方式，我们说最好认识一个国家的方式，就是你到那个国家去。你去了之后，你就会有感受，你就会有想法，那就是你真正就是认识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主政底下，他其实是想要用一种钳制思想的方式，然后来保障他的政权了，在教育的部分都可以祭出这样的一个限缩。那这个陆委会，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裁撤算了。你知道陆委会他去年还在喊什么？哎呀，我们希望这个大陆就是可以有学生来到台湾啊，还希望这个学位生来台湾。
那你不是错乱了吗？你一方面呼吁说，哎呀，大陆赶快开放恢复这个学位生来台湾，那一方面我们这边的教育部长现在寄出来是说，哎，你连小学生哈，通通不要交流了，我们可以跟其他国家交流，就是不要跟对岸交流。那请问你想要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在你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矛盾，然后反反复复的情况底下，你认为两岸这个交流的路可以走下去吗？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自己真的想清楚了，两岸就是在赖清德宣布说你是境外敌对势力之后，那我真的觉得下一步陆委会先裁撤吧，不需要了，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不交流了。不，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台湾要有信心了啊，就是说这个大陆那个共产制度也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也好，它是台湾人是不会喜欢的。你先要对自己有信心嘛，对不对？那所以交流的时候，理论上是他怕你啊，不是你怕他。你有什么好怕他的呢？我们台湾人到大陆就变成共产党吗？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我记得非常清楚哦，那时候我当立委哦，然后呢，突然那个资深立委也是国民党秘书长，叫做马树礼，他来找我，他说我要到美国去一个团，你跟我去。我到美国去干什么？那么远，我不去。他找了好几个人哦，来跟我游说，一定要我去哦。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大陆的第一代最早的留学生，从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写信给蒋经国，说他们希望到台湾来看一看。那时候从来没有交流啊，那所以蒋经国就叫国民党秘书长马树礼组个团到美国。那马树礼的资深委员就希望找一些比较年轻的啊，留过美的啊这些去。就我还知道这个事情呢，他说好吧，我去吧。东西两岸都是最好的学校，是 Berkeley、Stanford、Caltech 那边就是哈佛、牛津、MIT。就两边最好的学校，耶鲁啦，哈佛、耶鲁、哈佛，对不对？耶鲁、哈佛这个 MIT 啊，牛津在英国。然后呢，在那个地方闭门会谈，他们希望不要让记者知道，台湾最好的留学生那几个学校，跟大陆最好的在那边闭门会谈，谈就是大家彼此了解嘛，后来他们又这个，因为他们想到台湾来，蒋经国在考虑要不要他们到台湾来，就我们先去讨论以后呢，他们来了，后来他们来是第一批。那些留学生现在都很有名啊，很多大学名教授什么都大陆都要出到美国留学，凤毛麟角的嘛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当然有一点紧张，他来干嘛？但是你不要怕嘛，他来了以后，他知道你台湾的制度，知道你台湾的各方面，你怕什么呢？所以交流有怎么样呢？我们去，对不对？也把我们台湾我们让他们知道说台湾人不错，台湾学生很好，他们来发觉。这个你看，他们以前那个交换学生来到大陆，其实大部分对台湾印象都很好啊。是的。所以你怕什么？那比什么飞弹什么有效的多啊！休息一下再回来。